2024年8月，美国联邦调查局旗下的弹道研究机构出具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在执法人员日常执勤的过程中 ，P320 手枪的内部保险机制可能会失效，从而存在走火的潜在风险。看到这里，火力军不禁要问：既然是一个被 FBI 这样的专业机构质疑存在安全隐患的平台，当初的西格绍尔 P320 手枪是如何击败众多竞争者，赢得了美国军方价值 5.8 亿美元的订单，成为美军士兵腰间标准配枪的？在这其中，身为强力竞争者的格洛克手枪因何惜败？ P320 手枪又为何在日后陷入争议风波？要彻底的了解 P320， 我们必须回到那场改变了现代手枪格局的竞标。首先谈谈那位曾经被无数人看好却最终惜败的挑战者——格洛克手枪。自1980年代问世以来，格洛克手枪以其极致的可靠性、简洁的设计和出色的耐用性，席卷了全球军警市场。在美国的执法机构中，更是占据了超过 65% 的绝对主导地位。格洛克手枪几乎成为了现代机侦平移式手枪的代名词。在美国陆军启动模块化手枪系统竞标之初，许多业内人士都认为格洛克公司几乎是稳操胜券的。为了拿下此次竞标，格洛克公司提交了2个方案，分别是紧凑型的格洛克19 MHS 和全尺寸型的格洛克23 MHS， 并针对美军的要求做出了调整。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竞标的最终结果却是西格绍尔 P320 胜出。格洛克的落选并非因为其产品性能不佳，而是在于其核心设计理念与 MS 项目需求存在根本性冲突。模块化手枪系统顾名思义就是模块化，军方要求未来的制式手枪必须能像搭积木一样，轻松更换不同尺寸的握把、套筒和枪管，以适应不同手型的士兵和不同的作战任务。而这和格洛克方案设计理念完全不同。在格洛克的设计中，受法律管制的枪械本体是格洛克的聚合物底把，这意味着如果你想更换握把尺寸，只能通过更换可拆卸的握把背板，或者自行进行后期打磨，而无法从根本上将一个紧凑型底把换成一个全尺寸底把。每一次更换底把都意味着更换一把新的需要注册的枪。相比之下，西格绍尔 P320 的设计则完全是为模块化而生，其核心是一个可序列化的火控单元，即 FCU。 这个小巧的金属框架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枪。用户可以购买一个火控芯片，然后随意搭配官方或第三方提供的各种尺寸、颜色、材质的握把模块和套筒总成。从后勤角度看，这意味着军队只需储备一种核心部件和多种外壳，就能满足从特战队员到飞行员的所有需求，极大地简化了供应链和维护成本。因此，在模块化这一项上 ，P320 对格洛克形成了降维打击。第二点则是枪械的全生命周期成本的较量。如今的现代化军事采购并不是单纯谁价格低就胜出。MHS 项目评估的是一个长达10年，涵盖枪支、弹药、配件、训练和维护在内的一整个解决方案的总成本。虽然格洛克手枪本身以性价比著称，但在这次竞标中，西格绍尔打出了一张王牌。根据公开的评审信息，西格绍尔在弹药报价方面极具竞争力，其提供的整体方案在全生命周期成本上优于格洛克。对于一个计划采购超过42万支手枪的庞大项目而言，弹药和长期维护成本上的细微差异累积起来都将是天文数字。西格绍尔更优的综合成本效益是其获胜的关键经济因素，而两家公司对手动保险的态度也不尽相同。MHS 项目明确要求新手枪必须配备外部手动保险，这又触及了格洛克的另一个设计哲学。格洛克的创始人盖斯顿·格洛克坚信，最可靠的保险就是射手的手指和严格的训练，因此格洛克手枪以其安全扳机系统闻名，依赖于扳机保险、机侦保险和防跌落保险这3个内部被动保险，而刻意省略了外部手动保险，以求在应急状态下最快的出枪速度。虽然格洛克为 MHS 竞标型号加上了手动保险，但这更像是一个为了满足需要的补丁，而非其原生设计的一部分。而 P320 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有或没有手动保险2种配置，其军用型号 M17 和 M18 上的手动保险整合得更为自然。对讲求绝对操作规范的多重保险的军方而言， P320 这种原生支持手动保险的设计显然更具吸引力。因此，格洛克的落败是一次典型的好产品输给了更合适的产品，它输给了美军的时代需求，输给了美军对未来武器系统平台化和低成本化的要求。而 P320 则凭借其超前的模块化设计和精明的商业策略，抓住了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和格洛克一样， P320 也不是横空出世的。
它的模块化理念继承自其前辈，采用双动或单动击锤击发的 P250 手枪。然而 P320 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改变，它顺应了市场潮流，采用了机针平移式击发系统。这种系统结构更简单，扳机手感更一致，也更容易被新手掌握。这正是当时包括格洛克在内的主流手枪所引领的趋势。P320 的成功建立在以下几个核心优势之上，首当其冲的就是 P320 极致的模块化与适应性。正如我们之前讲的，可序列化的火控单元正是 P320 的杀手锏，它为美军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灵活平台。一个士兵可以根据任务需要，在几分钟内将他的 M18 紧凑型手枪转换成一把适合公开携带的 M17 全尺寸手枪，而无需更换武器序列号。这种灵活性对于简化后勤、降低训练成本、满足个体化需求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第二点则是 P320 出色的人机工程学。P320 在设计上充分考虑了操作便捷性，它设计之初就是一款左右手通用的武器，两侧都配备了套筒释放杆，弹匣释放钮也可以轻松对调。其握把模块提供了多种尺寸选择，确保不同手型的男女士兵都能找到最舒适的握持感。但最为重要的则是 P320 那与时俱进的战术接口。P320 第一把整合了标准的皮卡丁尼导轨，方便安装战术灯和激光指示器。更重要的是，其军用型号 M17 和 M18 的套筒在设计时就预留了光学瞄准镜接口，可以直接安装微型红点瞄准镜。这顺应了现代手枪射击技术向红点瞄准化发展的趋势，能显著提升射手的反应速度和射击精度。正是凭借这些无可比拟的优势， P320 在2017年1月19日正式加冕为王。美国陆军宣布与其签订一份为期10年、总价值高达 5.8 亿美元的庞大合同，一个属于西格绍尔 P320 的时代正式开启。但新的风暴也在酝酿当中。P320 手枪的安全性争议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2017发生的掉落激发风波。在 P320 赢得 MHS 合同后不久，一系列关于其掉落安全的负面报告开始浮现。有独立测试声称，当 P320 以独特角度，比如套筒后部着地受到冲击时，其扳机自身的重量和惯性有可能带动扳机连杆向后移动，从而解脱机针，导致意外击发。枪械网站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更是声称，其测试的 P320 意外击发率高达 40%。2017年8月，达拉斯警局更是因为这场风波，紧急要求所有配备 P320 的警员暂停使用该枪。面对日益发酵的危机，西格绍尔迅速做出反应，于2017年8月8日宣布，为所有 P320 用户提供自愿升级计划。此次升级的核心是减重和增射，即通过采用更轻的扳机和机针组件来减小惯性效应，并增加一个物理性的机械断开器，提升保险冗余。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格绍尔的用词是自愿升级，而不是强制召回。西格绍尔自始至终坚称，即便在升级前 P320 也完全符合并超越了所有美国现行的安全标准。这种处理方式在法律上规避了承认产品存在设计缺陷的责任，但在许多消费者心中却埋下了一颗不信任的种子。等到了2020年，新的问题来了。如果说之前的掉落激发还可以通过小心使用来规范，那么非指令开火则是一种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指控。近年来，全美各地涌现出了数十起诉讼，原告包括平民、经验丰富的警察和现役军人，他们的经历惊人的相似。他们的 P320 手枪在完全收纳于枪套内的情况下，在自己未曾触碰扳机的前提下，突然自行激发，造成了严重的枪伤甚至死亡。这些诉讼将矛头直指 P320 的内部设计，认为其过于精简的保险机制存在系统性风险。与许多手枪不同， P320 的机针在子弹上膛后处于部分待机状态，这意味着机针簧已经积蓄了相当一部分能量。一些人认为其内部保险的可靠性不足以在所有情况下都能100%锁住机针，一旦保险失效，就可能导致走火。而将这场危机推向顶点的，则是那份来自 FBI 弹道研究机构的报告。这份报告源于2024年7月密歇根州警察局的一起真实事件。一名州警的 M18 手枪在其腰间的枪套内自行激发，而该警员坚称自己当时双手都拿着其他物品，并未触发扳机。FBI 的专家对涉事手枪进行了详细的技术评估，其初步报告得出了几个关键发现。第一个便是枪械的磨损问题，报告中表明涉事手枪的足铁以及机针上的主副保险凹槽均存在明显磨损和碎裂痕迹。第二个便是对枪械保险弹簧的疑惑，专家注意到负责将机针保险锁保持在锁定位置的弹簧并未完全被固定，存在移位的可能。为了保障报告的严谨性， RBF 甚至进行了模拟测试，在一项旨在模拟警官在执行任务时枪套中的武器可能发生的情况，如奔跑、跳跃、格斗的测试中，
FBI 工作人员通过对枪身施加压力和震动，在未触碰扳机的情况下，用工具手动从外部将组铁从机针上分离。结果，他们成功的让机针保险失效，并激发了膛内的底火。报告记录了9次成功激发，以及6次机针触碰到底火但未激发的情况。报告的结论措辞严谨，但极具分量。测试表明了，在模拟执法人员常见动作的情况下，如果机针与组铁完全脱离，机针保险锁可能会失效，非指定走火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份来自 FBI 的官方文件为长久以来受害者们的描述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背书，其对西格绍尔公司冲击力可想而知。对此，西格绍尔公司发起了强硬的反击，他们坚持声称，在报告发布后，公司与 FBI 及密歇根警方进行了接触，并指出了原始测试方法的缺陷。西格绍尔公司的核心论点是 BRF 的测试方法不当。FBI 在测试中用冲头从外部直接敲击组铁，并且在套筒上开了一个观察窗，这破坏了枪械的完整结构，无法代表真实世界中的失效模式。对于后续测试的结果，西格绍尔也表示，在后来3方共同设计、使用专用测试平台进行的更具可控性的测试中，对19个不同的机针组件进行了565次强制滑脱测试，结果是底火上没有任何压痕，这表示枪械并没有激发痕迹。基于上述论据，西格绍尔驳斥了 FBI 的初步结论，并反复重申自己的立场。西格绍尔对 P320 充满信心， P320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扣动扳机就发射，这才是事实。面对这样一场双方各自有理的场面，美国各个机构之间的反应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边是 SAE 和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对 P320 的禁令，和芝加哥、丹佛等地的警察局以及一些知名的射击训练学院也出于安全顾虑停止或限制使用 P320 的决定。道理也很简单，无论技术争论怎么样，既然已经出现了无法解释的伤亡事故，以及来自权威机构的风险警告，那么规避风险、保护人员安全就是他们的第一要务。而另一边的则是目前的军方主力，美国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均已表态，目前没有计划停止使用 M17、M18 手枪。他们的信心主要来自于2点。第一点是因为军用型号标配了外部手动保险，提供了额外的安全冗余。第二点则是这些枪支在列装前就已经通过了国防部自身极其严苛和全面的测试，包括跌落、环境、耐久性等，并且未发现报告中所描述的设计缺陷。那么对于 P320 来讲，它未来又将走向何方呢？现如今的状况是，在短期内，美国军方完全放弃这个投入了巨资和时间的平台，可能性微乎其微。军事装备的采购和部署具有巨大的惯性，任何替代方案都意味着新一轮漫长且昂贵的竞标、测试和换装流程。而更现实的路径则是，军方将持续对 M17 和 M18 进行密切监控和评估。如果军方采用这种方式处理，那么后续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进行更深入的联合调查，以最终确定是否存在设计缺陷。第二，则是如果发现问题，可能会要求西格绍尔推出新一轮的强制性改进计划，对现役枪支进行升级。第三点就是加强对士兵的安全操作规范培训，以降低任何潜在的人为失误风险。但无论如何，西格绍尔 P320 的故事是现代工业体系中一个关于创新、风险与信任的经典案例。它以颠覆性的模块化设计理念，精准地捕捉到了军事采购的未来趋势，赢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它的胜利是技术前瞻性和商业智慧的胜利。然而，与其辉煌并存的是贯穿其生命周期的严重安全争议，从掉落激发到非指令开火，这些指控一次又一次地拷问着这款武器的可靠性，也挑战着制造商的信誉。FBI 的报告和西格绍尔的反击，将这场争议变成了技术细节的复杂博弈，让处在漩涡中的人们难辨真伪。P320 M18 手枪的最终历史定位将会取决于这场风暴的结局。它究竟是能通过磨合，如同其他经历磨难的名枪一样，通过不断的改进，最终证明自己，成为一代传奇，还是会因无法彻底消除的安全隐患，最终成为一个警示后人、告诫设计师们在追求创新的同时切勿忘记安全底线的案例？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牵动着西格绍尔公司的命运，更直接关系到全球数十万名军警人员的生命安全。他的故事还远未到写下句号的时候。